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在基隆外海沉没，逾1000人遇难。这艘从上海启程、满载着避难者的客货轮，原本要载他们远离战火，抵达台湾，却在浓雾中与另一艘船相撞，瞬间沉没。这场灾难被称为中国的铁达尼号，但它不只是一次海难，更是国共内战末期大规模逃亡与家国断裂的象征。多年后，台湾作家张典婉以母亲的亲身经历为起点，走入这段被遗忘的历史。他的母亲曾是那艘太平轮上的乘客，从上海的富家女成为苗栗客家村的媳妇。这段故事，母亲生前反复诉说，在母亲过世后，这段无法再重述的记忆成了女儿笔下的召唤。2005年，张典婉参与纪录片《寻找太平轮》的制作。2009年出版纪实作品《太平轮1949》，至今仍被视为描写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一本书。2014年起，吴宇森导演推出电影《太平轮》，虽然内容与他的书几乎无关，却让这场沉船悲剧重返大众视野，也带动了《太平轮1949》一度在两岸热度。然而11年间，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两岸的交流与阅读空间日益狭窄，那些曾经激起了共鸣的记忆，如今变得断裂和陌生。张典婉的书在台湾持续再版，长居书店畅销榜，但在大陆，台湾文学的引进是否停滞？张典婉如何看待太平轮故事在两岸的不同被书写？他如何理解台湾当下的民主现状、身份政治与文学角色？2024年夏天，大声访谈来到台湾，拜访了张典婉。我们谈历史与记忆，文学与政治。我们也谈此刻他正在进行的书写，回到苗栗的客家部落，寻找那些被边缘化的族群故事与女性声音。张典婉女士，很感谢您在台北接受我采访。您再讲一下您这个客家文学，因为客家文化我很惭愧的说哈，我在大陆也看不懂，然后我都不敢讲。有客家菜，还是觉得自己要藏拙，听不懂，不了解。所以您完整的讲一下，就是您了解的这个客家文化，还有这个客家文学，还有您很关注的客家女性。您也讲了，其实客家女性原来在台湾市场也有一些刻板的一些影响。对，但您现在把它呈现出更多的样子。我觉得应该是说，台湾的客家人已经活出当代客家人的样子。因为我8月份刚好到加拿大的多伦多跟温哥华去分享台湾客家女性跟世界客家女性的对照。那我也是后来这么多年的采访跟认识，那我也在台湾认识多伦多的一位导演，女导演 Jeanette Kong 张明月导演，我到时候带连结发给你们。好，她是牙买加出生，然后10岁的时候因为牙买加排华，所以她自己就跟着父母移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后来她很有名是因为她在多年前受一个美国纽约一个黑人的媒体人叫 Paula Madison 这个人，他这个黑人长相，他要寻找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是 Jamaica 的客家人，广东梅县，所以因为他的寻根之旅，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半是黑人，一半是华人的，那他们在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们带到了纽约，在哈林区长大。那后来他们3兄妹都很杰出，是投资家什么，就在纽约飞黄腾达了。然后他就要找一个华裔的导演来拍他们家族故事。然后这个片子在美国上映以后，台湾引入了，在影展的时候看到，也请了江明月导演来。我是在多年前，因为我刚好跟他对谈，我那时候也是打开我的另外一扇窗然后原来在 Jamaica 中南美有这么多的客家移民在，他就讲述了一堆故事。然后去年台湾有个世界客家博览会，然后在台湾举行，然后我就更发现神奇的人都来了。然后有那个大溪地的，他就讲那个大溪地的样子，一口流利的客语是广东梅县客语，然后我就这样好惨然后还纽西兰大学毕业，回去当庙公。你知道什么是庙公吗？就是在庙里办事情，帮人家烧香啊、礼佛啊，对，就是。然后我就说，那你会不会用客家话念经？他噼里啪啦就用客语帮我念了一句关圣帝君，我整个人是很懵的，吓傻了。
后来我了解他，我们当然也就变好友啊。那么还有摩里西斯，因为摩里西斯的国父就是客家人嘛，对，也是因为移民的关系。后来我觉得现在很流行谈后殖民主义啊，后殖民论述啊。我就发现客家人不就是活在后殖民论述里面吗？他是活生生的例子啊！他从清朝的移民，1949的移工，就之前的到比方说到美国的旧金山，到纽约去做美国的铁路，甚至移民到了中南美洲，甚至下南洋。其实，在明清的时候，这很多人就是下南洋坐火船。这个在山歌里面，中国的山歌、台湾山歌也都有这样的叙述。其实那个移民流离的那个叙述史观，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没有整理它啊。因为最近这个 diaspora， 对，就是这个叫什么离散，好多人讨论，纽约也在讨论。对，其实可能当年 diaspora 这个词形容的就是这些人。对，然后其实你说像离散这样的句子，也是由于萨伊德东方主义那个书出来以后，在美国开始掀起，几十年前掀起一阵风潮，然后他在写他的自传《相关何处》，我读完了我才知道，哦，原来中东人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原来有一个美国的名字叫爱德华，因为萨伊德叫爱德华，然后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是埃及人，他在美国受良好的教育，变成社会学、历史学的社会历史的博士，甚至他影响了整个美国政府的智库。是的，是不是？他后来我也是年轻时候几十年前读他的书，茅塞眼界大开，然后再回应到我这几年在关注客家的离散，然后客家的移民的这个部分，我才自己是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就活在这个历史的脉动里面。您再讲讲这个离散和这客家人的行走，还有它因此具有的这种群体性，或者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就那年那个台北市政府啊，就是找Jonette，就是江明月导演到台湾，但我都会写给你他们的中英文名字，然后也找了当时你知道 Jamaica 有很多的 Jamaica 的音乐嘛，哈，黑人的音乐，我想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啊都很听到这种都一起那个，其实最有名的我们就是 Banana Boat 嘛，那个刚刚过世，那个就是 Jamaica 人Banana Boat。人都很漂亮，对。然后 Banana Boat 它其实那首歌是在讲牙买加的人，就是他们的原住民，然后坐在那个香蕉船上，他说一串一串的香蕉，他跟这个工头要换酒喝，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好，那牙买加的音乐因此影响了西方的很多音乐。好，那然后更好玩的是，我那一年就认识了纽约跟Jamaica的一些音乐人啊，都是客家人后裔，可是他们的脸音长得就是混血，是 mix 啊。然后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牙买加的音乐会这么流行黑胶，是因为客家人的推广。这会有点牵强。对，然后他们的后代现在住纽约。是不是就是因为客家人真的不断的在走？对，就不断的离散游走，然后包括我跟你说个更有趣的，台湾的印度菜馆都是客家人带来的。台湾的印度菜馆等等，绕得有点远。我们也台湾的印度菜，因为我很喜欢吃印度菜啊，就有一年去吃印度菜，发现他们在讲客语、客家话，我就觉得哇，大惊失色，长得就是印度人的样子。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讲？”他说：“我的祖父啊，我的祖母啊，就祖父啦，就客家人啊，广东梅县啊。”也更是跟政治有关，因为他们很早去印度移民，所以印度的崩贝、加尔各答都很多的客家移民，他们在那里做皮鞋、皮匠、印刷。那后来因为印度排华，所以这些人四散，所以印度人有些就把印度菜到了台湾，所以像台湾吃的这个印度菜的大家就是客家移民的印度菜，因为他们从印度的侨居地带过来的。为什么客家人这么敢和这么可以？因为我觉得是民族性，然后他们也习惯那个流动。你想
如果我们是以罗香林的客家的历史迁移为主的话，5次迁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那种记载里面，据说我其实不太敢，因为我没有看到。据说就是我在四川成都落袋，我有采访过长辈，他们说他们的长辈就是背的那个骨灰坛跟那个祖宗牌，背的背包，就像那个闯关东一样。就走了，对，就走了，就这样。闯关东其实也很像，对不对？然后这些客家人就一路的迁徙，他们迁徙的目的还是因为生存吧，战乱、生存、饥饿，哪里有食物，对哪里能够落脚就去哪里。对。那后来到了侨居地，很多就变富商了嘛。到泰国也是，曼谷也可以看到台湾人，就说那个当时广东移民的那个侨居地的那祖地，还有马来西亚的槟城，也好多客家人的房子都变成高级餐厅、高级旅馆，然后我们进去参观都要费用，然后那个金碧辉煌、那个 elegant 优雅，跟他所用的那个铁器还是从英国运来的然后我就说，真是有钱富豪。因为我觉得很多客家人，因为混血移动所以他长得也不是客家人的汉人的脸。那比方说我认识的纽约这个做那个黑胶唱片的后代，他就是个黑人。然后我在加拿大认识一个歌手，他也是客家人第3代。然后已经是就是一个混血儿，当他一开口，当然也会讲几句客家话，我也跟他们讲说，你们还记得客语吗？比方说在纽约这位陈先生他的祖母，他的妈妈还是祖母，就是当时在 Jamaica 经营这个唱片业的，也很有名。我还可以把链接给你。好。然后他们都好棒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还记得你的客语吗？他就跟我说 mo me， 他就跟我讲了几个菜的名字。我也觉得哇，打破3观，对不对？就很 shock 到我。然后我们可以用英文来讨论客家，这也没有办法，因为世界的流动就这样。就像我在纽约的时候，我知道在 Queens 区，徐志摩的后代都住在 Queens 嘛。你要介绍给我去找。我不认识。Okay. 然后听说徐志摩什么100周年的时候有请他们出来就是参与，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曾祖父或者是祖父竟然是诗人，因为他们已经不会中文。OK， 不会了，只有1-2个后代会。然后我就觉得时代的变迁嘛，那比方 Jonetta 也给我介绍了英国的 Jamaica 的后代。他的父亲就是一个 Jamaica 跟华裔客家人的混血，他是长得像黑人。可是这个女生呢，因为她又混了白人血统，所以长相已经是一个西方人的样子。可是她的姓是罗。在这种迁徙和离散过程中，留下了什么，带走了什么？我觉得最棒的礼物就是那个文化的冲击。这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文化。对，比方说你怎么会长出一个 Jamaica 的音乐？然后因为江明月导演他曾经在台湾的演讲介绍 Jamaica 音乐跟台湾音乐的撞击，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台湾的高山青，蹦蹦蹦，这是放在 Jamaica 的音乐里面的。他有放的这一段，我就这样子，又傻，就很有趣吧，又开眼了。那我就说，这些东西怎么会到了 Jamaica 或者到加拿大去？他说，我爸爸就回到东方然后在香港都有录影带 ，Jackie Chan Jackie Chan 的录影带或者是这个很多的流行文化、流行音乐从60年代、70到80年代，台湾跟香港是输出国的，是有趣吧？所以那种文化的冲击，然后在世界的各地，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也觉得蛮有趣的。我8月去加拿大的演讲会分享这些，但很多人都会听完就说真的好。我再讲一个跟纽约有点小小的，你知道20年前有一个以纽约为主的连续剧嘛， Sex City，
欲望城市。 Of course， 那是我的 Bible。对，好，我特别都还跑去那个拍戏的那个街上去看。然后呢，里面有一句名言，叫做“每个女人都希望有个 Jimmy Choo 的鞋子”，你还记得吗 ？Yeah, of course。Jimmy Choo 的鞋，就那个时候就知道，然后那个我那时候也神经病的说：“这是我的鞋子。”然后那个结婚的那妈说：“哪个神经病花$1200买一双鞋？去买一个高跟的 Jimmy Choo 的鞋子。” Jimmy Choo。然后几年前 Jimmy Choo 到了台湾演讲。然后他是客家人，槟城客家人，马来西亚槟城客家人。那我就跟他做了1天的贴身采访，就好有兴趣。哇，你是Jimmy Choo，他中文名字叫周养杰，他有一个中文名片，然后翻过来是Jimmy Choo。那时候他刚好是卖掉了他的鞋子嘛，22亿我记得，就变成最有钱的客家男人。22亿美金，我好像记得我在网络对，吓死人。他已经退休了，他就跟我说，他就在现在，如果你去马来西亚的槟城，他当年做鞋的还有一个他的那个小铜牌立在那里，说 Jimmy Choo 就是从这个小鞋店里面做学徒起家的，然后后来他去了英国念书，然后做鞋。那我有访问他说他为什么被看到，他说他就在英国伦敦一个地下室就卖他自己手工鞋，都没人买。所以你研究客家文化，其实在研究了整个一个对移民史、移民迁徙。因为我也是刚好写完台湾客家女性的书，这20年我没有放弃过我自己对这样的追求。我没有念书，没有教书，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冥冥中会认识这群人，很少人会去认识一个 Jamaica 导演吧，对不对？也没有人认识一个纽约的唱片界的那个客家人吧。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机会。然后比方说我认识Jimmy Choo，我就请他用客家话讲了一段话。那您把这个族群拉在一起连接，您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客家可能不再是过去那种所谓的那种勤俭持家啊、刻苦啊、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很保守，其实很大方的，然后也很有，你看 Sex City 的鞋子还客家男人做的，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这个也很有趣。然后他成名是因为他帮戴安娜做了鞋。您这么关注这个客家文化和客家女性，其实您在改变一种原来的既有方式。对，因为我其实去挑战了一些早期人类学，比方说客家女性是一条勤劳的母牛，在英国的人类学家的，这我就觉得我要挑战这个说法。然后不然就有人说勤劳的客家女性就是像母牛的奶酪，那个牛奶上面的奶酪一样让人珍惜。可是你以现代物化呀，物化对，而且很工具化、很物化，所以我的后来写的台湾客家女性就是完全推翻了那样的论点。所以有些人就会给我一个鬼脸吧。可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我的朋友都是很精彩的客家女性，然后我在他们的身上跟家族故事里面，包括这些我在国外也认识了那个纽约的 Paula， 他去年有来，然后也认识张明月导演，还有很多正在做在世界各地，比方说用文学、用诗在做客家书写的女性，就不一定都是华裔哈，有的就是加拿大裔，甚至英国裔，有的是澳洲裔的，用戏剧表现的。那我就觉得，我突然觉得自己还蛮开心的，碰到了他们。那这些素材就是作为我未来的养分。明白，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身份或者这个族群的性格，对，但是它其实是有非常具体的鲜明的个人的成长，个人和自己行走和时代的关系，它是有鲜明个人化人格的故事，而且也不是悲悲戚戚的，一定是离散，一定是流民，一定是一个我觉得他们已经从离散的过程里面，每一个都长成了那地方的一棵树，变成一座花园。不是吗？是的，对。所以您现在重新定义这个 diaspora 或者这个离散人群，您觉得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因为我现在比较会用每一个人长在那个土地上他的开花结果，然后来对照于他们
之前的离散，母亲或父亲那一辈，就早期前辈的离散，因为离散的过程是很辛苦的。但是事实上，到了这一代，其实他们每一个都受了很好的教育，然后有很棒的工作，然后也有 maybe 是很自我表现的一部分，再也不是过去人家所谓的客家人、客家女性那勤劳的像一颗母牛，或者是牛奶上面的一个cheese。哎呦 ，a piece of cheese， 这个绝对我反对，死了，对不对？所以关于这个族裔，其实如果每个族裔都讲出自己的故事，就是非常好的一本真正的人类学，大家自己书写自己历史行走的其实现在中文世界，就是我们现在说华语离散也成了一个热词，所以您觉得华语或者叫中文全球的离散的人应该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蛮鼓励，就是说大家去记录自己的家族故事，因为我觉得家族故事里面是最精彩。比如说汤婷婷，美国的汤婷婷，或者是用英文来写作的人里面，其实很多是用家族故事跟他们熟悉的人物，哈金，是，对不对？哈金的小说好吧？对对，他就写每个人都好真实，哈金，然后汤婷婷。那最近有一个台湾的后代写了一个唐人街吗？还是我现在突然忘记，姓尤，那他也得了美国的布鲁克林的大奖。那我觉得很多人都，而且我最近也看了几个华裔的年轻人表演 talk show， 然后美国的 talk show 他们也到台湾，我也看了。然后有一个是台湾跟日本人混血的女生，她是日文名字，前2个月她到台湾，然后也来巡回亚洲。然后这阵子那个有个叫 Jamie 的也会到台湾，就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 talk show 的演员，都是华裔。我觉得从他们的 talk show 里面，我也读到了很多东西，很有趣。我觉得以后要跟您做一个文化导读啊，就是台湾本地市场我们读什么，客家文化我们读什么，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也看外国的一些小说之类的，就读一些文本。然后很少人像我这个年纪，我就叫我女儿说，妹妹，那个谁要来哦，你去买一个票。所以我女儿跟我朋友，我们3个人去看一个美国的 talk show。所以期待我们跟着您一起在做这个全球的文化导读和女性故事。所以欢迎你来的时候，应该到台湾的乡下去走一圈。一定的，我可以带你导览一遍。因为大生就是想干这件事。对，然后可以看到台湾人真实的生活面貌。是的，我就想做大生，就是在全球找到这种自由的、开放心态的这种公民，要跟着您走。欢迎常来。好的，谢谢您接受我访问，谢谢您。